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中秋家宴上，堂兄林志豪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把1000块钱重重拍在我面前，拿着，别说哥不照顾你们乡下人。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我低着头，拳头攥得死紧。3年了，每次家族聚会都是这样，但这一次，我决定不再忍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家老宅的客厅里灯火通明，一桌子山珍海味让人垂涎。可我没心思吃饭。林志豪穿着名牌西装，正跟几个堂兄弟吹嘘他刚买的奔驰40多万呢，你们1年工资都买不起。他的目光扫向我，语气突然变得轻蔑。对了，小浩，听说你还在工地干活，1个月能挣几千块？客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我。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在这群光鲜亮丽的亲戚中显得格外扎眼。还行吧，我低声回答。林志豪哈哈大笑，从钱包里掏出1000块钱，故意在我面前晃了晃，拿着，别说哥不照顾你们乡下人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，咱们是一家人嘛。周围响起善意的劝说声，志豪人真好，小浩你快收下吧。是啊，你堂哥这么照顾你，要懂得感恩。我看着那张红色的钞票，脸上火辣辣的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家族聚会，林志豪都要来这么一出，表面上是施舍，实际上是羞辱。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林浩就是个要饭的。谢谢哥，我伸手去接。就在这时，林志豪突然把钱收了回去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狞笑着说，听说你最近跟苏雨晴走得很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苏雨晴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我劝你还是别做白日梦了。林志豪的语气变得阴冷，人家苏家是做生意的，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泥腿子？倒不如我帮你个忙，把雨晴介绍给有钱人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椅子被我撞得向后倒去，整个客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。在他们眼中，我一直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从来不会反抗。可今天不一样了。林志豪，你说什么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恼羞成怒。怎么，不服气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，你1个月挣几千块，拿什么养活女朋友？还是说，你想让人家苏雨晴跟着你喝西北风？周围的亲戚开始指指点点。小浩确实应该现实一点，门当户对很重要啊。志豪也是为了你好。我环顾四周，这些人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，同情中带着鄙夷，关心中透着优越感。他们从心底里觉得，我就应该低人一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，够了。爷爷林老爷子拄着拐杖从楼上走下来，他虽然已经80多岁，但腰杆依然挺直，眼神犀利，都是一家人，闹成什么样子？林志豪立马换了副嘴脸，笑得谄媚。爷爷，我这不是关心小浩吗？爷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走到我面前。小浩，跟我上楼，有话跟你说。我跟着爷爷来到2楼的书房，房间里摆满了古朴的红木家具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。爷爷关上门，给我倒了杯茶。受委屈了，我点点头，眼眶有些发热。在这个家里，只有爷爷是真心疼我的。爷爷，我想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我受够了他们的眼神，受够了被人当成乞丐施舍。爷爷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走到书桌前，打开一个抽屉，他拿出一把钥匙，递到我手里。小浩，
你记住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爷爷的眼中闪烁着某种光芒。你父亲当年留下的东西，也许到了该给你的时候了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把爷爷给的钥匙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。这是一把很古旧的铜钥匙，上面刻着复杂的花纹。爷爷说是我父亲留下的东西，可我父亲10年前就去世了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遗物。正想着，手机响了。林浩，明天陪我去看电影好不好？苏雨晴甜美的声音传来。听到她的声音，我心情好了一些。好啊，看什么？随便什么都行，主要是想跟你在一起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暖暖的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至少还有雨晴陪着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刚下工地，就接到雨晴的电话。林浩，我在商场门口等你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洗了把脸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我急忙赶到约定地点。远远就看到雨晴站在那里，穿着白色连衣裙，像个天使一样。雨晴，我挥手招呼，她回头看见我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奔驰停在了她身边，车窗摇下，露出林志豪那张得意的脸。雨晴，真巧啊！苏雨晴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林志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路过看电影啊？他下了车，身上的名牌衣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要不要一起？我刚好有3张 VIP 票。我走过去，站在雨晴身边。不用了，我们已经买好票了。林志豪这才注意到我，脸上露出夸张的惊讶。哎呀，小浩你也在啊？看什么电影？该不会是那种10几块钱的普通场次吧？雨晴皱了皱眉。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林志豪掏出3张金色的票根。我这是 IMAX 包厢，1张票380，女孩子嘛，就应该享受最好的。雨晴，你跟我去吧，让小浩自己回家。我的脸瞬间涨红了。381张票，确实是我承受不起的。我一天的工资也就200块。雨晴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林志豪，我心里紧张的要命，生怕他会被诱惑。不用了，雨晴挽住我的胳膊，我就喜欢跟林浩看普通的电影。林志豪的脸色变得难看。雨晴，你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，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？我的未来不用你操心。雨晴的语气变得冰冷。你现在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等你清醒过来，就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说完，他重重地关上车门，轰着油门走了。我和雨晴站在原地，空气有些尴尬。对不起，雨晴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他摇摇头，紧紧抱住我的胳膊。林浩，答应我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不要改变。我喜欢的就是现在的你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看完电影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想着今天的事。林志豪那副嘴脸让我恶心，但我更愤怒的是自己的无能。如果我有钱，还会被他这样羞辱吗？我拿起那把铜钥匙，对着灯光仔细观察。突然，我注意到钥匙底部有一行很小的字：建设银行0089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，发现附近确实有一家建设银行，编号就是0089。难道这把钥匙跟银行有关？第二天一早，我请了半天假，来到那家银行。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保险箱的事。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女孩，态度很好。您是要租用保险箱吗？我掏出钥匙，我想看看这个。她接过钥匙看了看，脸色突然变得严肃。您稍等，我叫一下经理。很快，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经理，
请问您是？我叫林浩，这把钥匙是我父亲留下的。经理仔细看了看钥匙，又看了看我，请您提供一下身份证。我把身份证递给他，他拿着身份证和钥匙走到电脑前，输入了一些信息。几分钟后，他的表情变得震惊。林先生，请您跟我来。我们来到银行深处的保险箱区域，经理用我的钥匙打开了一个保险箱，里面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袋。这个保险箱是10年前开设的，一直有人按时缴费。我颤抖着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有几份合同、几张照片，还有一封信。信封上写着给我的儿子林浩。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是父亲熟悉的字迹：儿子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林家的财产本来有一半是属于你的。我的手开始颤抖。信的内容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原来林家老宅和大部分产业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2兄弟一起打拼来的。按照当初的约定，财产应该平分，可我父亲英年早逝，叔叔林志国就把所有财产都归到了自己名下，对外宣称是代为保管。文件袋里的合同和证据足以证明这一切。儿子，你要记住，属于你的东西迟早要拿回来。我看着手里的证据，心脏砰砰直跳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那我根本不是什么穷小子，我是林家的继承人之一。从银行出来，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这个秘密太惊人了，我需要时间消化。可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。林浩，快来医院，雨晴出事了。是雨晴妈妈的声音，听起来很焦急。我二话不说，打车直奔医院。在急诊科看到雨晴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头上缠着绷带。阿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雨晴妈妈眼圈通红。雨晴下班路上被车撞了，肇事者逃逸了。我握住雨晴的手，她的手冰凉冰凉的。医生说需要手术费10万块，可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？10万块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病房门被推开了，林志豪穿着西装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支票。听说雨晴出事了，我来看看。他把支票放在床头柜上，10万块，手术费我出了。雨晴妈妈激动得不行。志豪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没关系的，阿姨，我们是一家人嘛。林志豪看了我一眼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雨晴跟我交往。病房里瞬间安静下来，雨晴妈妈脸色复杂地看着我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10万块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救命钱，可要用雨晴的幸福来换，我做不到。不行，我站起身，我不同意。林志豪冷笑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能拿出10万块吗？我可以借。谁借给你？他的语气充满嘲讽。你一个月挣几千块，银行会借给你10万？还是说你要把雨晴的命拿来赌？雨晴妈妈拉住我的袖子，小浩，要不你让雨晴考虑一下。我看着她期待的眼神，心如刀绞。她是真的害怕失去女儿，可我不能答应。阿姨，您放心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林志豪哈哈大笑，想办法？你能想什么办法？去工地搬砖，一天200块，你要搬500天，还是去问你那些亲戚借？他们会借给你这个穷鬼？他每说一句话，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，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。就在这时，病床上的雨晴睁开了眼睛。你们在吵什么？她的声音很虚弱。雨晴妈妈赶紧握住她的手。雨晴，你醒了，志豪来看你了，还要帮你出手术费。
雨晴看了看林志豪，又看了看我，虽然他还很虚弱，但眼神依然清澈。妈，我不要他的钱。雨晴，你不要任性。雨晴妈妈急了，这是10万块，不是小数目，我宁可死，也不要他的钱。雨晴的话让林志豪脸色铁青。苏雨晴，你别不识好人心，我识得很清楚。雨晴冷冷地说，你想要的不是帮我，是买我。林志豪被说破心思，恼羞成怒。好，很好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就等死吧。他拿起支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雨晴妈妈瘫坐在椅子上，开始哭泣。我握紧拳头，心里做了一个决定，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，那我就要抓住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手术费我来出。小浩，你拿什么出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有办法。当天晚上，我来到林家老宅，爷爷正在院子里练太极，动作缓慢而优雅。爷爷，小浩，这么晚了，怎么来了？爷爷，我有话要跟您说。我们来到书房，我把文件袋里的内容全部摊开。爷爷看着那些合同和照片，脸色逐渐变得严肃。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的？您给我的钥匙，我去银行找到的。爷爷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深深叹了口气。你父亲临终前，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你，可治国说，为了避免家族纷争，最好不要让你知道这些。我糊涂了，我答应了他。我看着爷爷愧疚的表情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爷爷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。我想知道这些证据能证明什么？能证明你是林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之一。爷爷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按照当初的约定，你应该继承1半家产。1半家产，那是多少钱？林家在市区有几栋楼，还有工厂和商铺，保守估计也得上千万。可是爷爷，我现在急需要10万块钱。我把雨晴的事情告诉了爷爷，他听完之后立刻就要去拿钱。10万块是小事，我这就给你。不，爷爷，我拦住了他，我不想再被施舍了，我要用属于我的钱。爷爷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明天我就召集家族会议，把这件事摊开来说。第二天上午，林家所有的核心成员都聚在了老宅。林志国带着林志豪，还有几个叔叔婶婶，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开家族会议。爷爷坐在主位上，把我叫到身边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林志国皱着眉头，爸，什么事这么神秘？爷爷没有回答，而是示意我站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文件袋里的内容一一摆在桌上。各位叔叔婶婶，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。整个客厅瞬间鸦雀无声，林志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小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把当年的合同拿出来，逐一解释。随着证据的展示，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，特别是几个叔叔，他们显然也不知道这些内情。这不可能！林志豪突然站起来，这些证据是假的，假的！我冷笑。那你说说，为什么这些合同上有爷爷和我父亲的签字，还有这些照片？为什么我父亲会和爷爷一起出现在工厂奠基仪式上？更重要的是，为什么这些文件会在银行保险箱里存放10年？林志豪哑口无言，林志国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就算这些都是真的，可你父亲已经去世10年了，过了追诉期。追诉期？我笑了。叔叔，这不是刑事案件，这是财产继承。按照法律规定，我是我父亲的唯一继承人，而我父亲在林家的股份
自然由我继承。三叔林志勇突然开口：“老二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真的把大哥的那份占为己有了？”林志国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在铁证面前，他再也无法狡辩。我这是代为保管10年。四叔林志强也开了口：“老二，你这样做不厚道啊！”看到众人的指责，林志国终于绷不住了。好，就算小浩有继承权，可现在要分割财产，必须经过法律程序，没那么简单。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。叔叔说的对，确实需要法律程序，所以我已经委托律师了，明天就向法院起诉。什么？林志国和林志豪都愣住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说，我掏出手机，刚才的对话我都录音了。叔叔承认代为保管我父亲财产的话，法庭上很有用。林志国的脸瞬间变得煞白。爷爷这时候开口了：“志国，你做得太过分了，小浩是你的侄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？”爸，别说了。爷爷摆摆手，既然事情已经这样，那就按规矩办，小浩该得的一分都不能少。法律程序比我想象的要快，有了确凿的证据，加上爷爷的证词，法院很快就做出了判决。林家财产重新分割，我获得了应有的那一份，几栋楼房、工厂股份，还有银行存款，总价值超过1500万。一夜之间，我从穷小子变成了千万富翁。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家族，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亲戚，现在都换了副嘴脸。小浩啊，以前是叔叔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我只是淡淡的笑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林志豪和他父亲的脸色难看得要命，失去了一半家产，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。特别是林志豪，他的那辆奔驰都要卖掉还债。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，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。雨晴的手术很成功，我用自己的钱支付了所有费用，还请了最好的医生。林浩，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？雨晴躺在病床上问我。捡到的。我开玩笑说。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。我握住他的手。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遗产。我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。雨晴听完之后，眼中满是震惊。所以你现在是千万富翁了？对，那你还会要我吗？他的话让我愣住了。你说什么傻话？我害怕。雨晴的眼中有些泪光。我害怕你有钱了，就不要我了。我轻轻抱住他。傻瓜，不管我有没有钱，我都只要你。真的，真的。出院那天，雨晴妈妈特意做了一桌好菜，感谢我。小浩，以前是阿姨眼拙，没看出你的好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。不，我必须说。他的眼中有些惭愧。当时雨晴出事，我差点就让他跟了林志豪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太糊涂了。钱虽然重要，但人品更重要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暖暖的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雨晴去开门，回来时脸色有些奇怪。林浩，有人找你。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，穿着昂贵的西装。您是？我姓王，是志豪的朋友。他掏出一张名片，有件事想跟你谈谈。我看了看名片，上面写着王总经理。什么事？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慢慢谈。我和雨晴对视了一眼，跟着他来到楼下的咖啡厅。林先生，我开门见山。王总开口道。志豪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。什么困难？他欠了我300万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王总的笑容有些阴冷。你们是堂兄弟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王总的脸色变了，就凭我手里有你女朋友的照片。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，照片上的雨晴正在过马路，角度拍得很清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声音变冷了。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随时都能找到他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合作。王总收起手机，你帮志豪还债，我们保证你女朋友的安全。如果不帮呢？那就不好说了。这年头，车祸什么的太常见了。我紧握双拳，努力控制着愤怒。你给我时间考虑。当然，我很有耐心。王总站起身，3天，我只给你3天时间。王总走后，我坐在咖啡厅里，久久不语。雨晴担心地看着我，林浩，到底怎么了？我把刚才的对话告诉了他。他听完后，脸色变得苍白。他们是黑社会，应该是。我的语气很凝重。林志豪这个蠢货，居然跟这种人有牵扯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报警！我立刻拨打了110，把情况详细说明。可接线员的话让我心凉了半截。先生，如果对方没有实际行动，我们很难立案。但是他们威胁我女朋友的安全，威胁的证据呢？录音了吗？我这才意识到，刚才光顾着愤怒，忘记录音了。而且王总说话很有分寸，表面上听起来只是普通的商务谈话。先生，如果真有危险，您可以随时报警。挂了电话，我和雨晴面面相觑。林浩，要不我们先躲一段时间？雨晴提议。躲到哪里去？我苦笑。他们既然能查到你的行踪，躲到哪里都没用。那就给钱。300万不是小数目。我摇摇头。更重要的是，给了这次，下次呢？这种人就像吸血鬼，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回到家，我一夜没睡。第2天一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既然不能躲，那就正面应对。我给爷爷打了电话。爷爷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约几个人。1个小时后，我来到林家老宅，爷爷已经帮我约好了几个人，其中有派出所的所长，有法院的庭长，还有市里的1位副市长。这些人都是爷爷的老朋友，在当地很有影响力。我把情况详细说明，请他们帮忙。小浩，这件事确实比较麻烦。派出所所长皱着眉头，没有确凿证据，我们很难行动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安排人暗中保护你女朋友的安全。法院庭长也开口了，如果他们真的动手，我们一定严惩不贷。副市长的话最有分量。小浩，这种社会毒瘤，我们一直在打击。你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，我会让相关部门重点关注。有了这些大人物的支持，我心里踏实了一些。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第2天下午，王总又来找我了。这次他直接来到了我的工地。林先生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需要更多时间。时间？王总冷笑，我已经很有耐心了。今天是最后1天，你必须给我答复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雨晴打来的。林浩，救我！电话里传来雨晴恐慌的声音，然后就断了。我的血瞬间凉了。王总，你们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请他去做客。王总得意地笑着，想见他就准备好钱。你们敢动他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我冲向王总，却被他的2个手下拦住。别激动嘛。王总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他现在很安全，只要你配合。300万，今天晚上8点，我发地址给你，记住，只能你一个人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王总走后，我立刻报了警。这次有了确凿的证据，警方立刻行动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。林浩，是我，是林志豪的声音。你这个混蛋，
雨晴在哪里？你听我说，这件事不是我安排的。林志豪的声音很紧张，是王总他们自作主张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林志豪停顿了一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帮我还债。我气得差点把手机摔了。林志豪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也没办法啊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如果不还钱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我不管你们的恩怨，现在只要雨晴安全。挂了电话，我陷入了两难。如果不答应林志豪的条件，我就找不到雨晴；可如果答应了，就等于向恶势力妥协。正在犹豫的时候，派出所所长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小浩，我们有线索了。”派出所里，所长给我看了一段监控录像，画面中雨晴被两个男人强行拖上了一辆黑色轿车。我们已经锁定了车牌号。所长指着屏幕，正在全程搜索。大概多长时间能找到？我焦急地问。最迟今晚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坐立不安。雨晴会不会有危险？她现在在哪里？有没有受伤？就在这时，林志豪又打来电话。林浩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答应你，我咬牙说道，但你必须保证雨晴的安全。成交。林志豪明显松了口气。他们在城郊的一个废弃工厂里，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但你记住，只能一个人来。如果让我发现你报警了，后果自负。我看着手机上的地址，心里矛盾极了。如果告诉警方，万一打草惊蛇，雨晴可能会有危险。可如果我一个人去，又能做什么？正在犹豫的时候，所长走了过来。小浩，有消息了，我们在城郊发现了那辆车，但里面已经没人了。我把林志豪提供的地址告诉了所长，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去搜查。所长立刻调动人手。你在这里等消息？不，我要一起去，太危险了，求求您。那是我女朋友。所长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好，但你必须听我们的指挥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那个废弃工厂。这里很偏僻，周围都是荒地，几栋破旧的厂房静静地立在月光下，显得阴森可怖。所长示意大家分散包围，我跟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主厂房。透过破碎的窗户，我看到里面亮着昏暗的灯光，有说话声传出来：“老大，那小子怎么还不来？再等等，他不敢不来的。要不要给那丫头松松绑？她一直在哭。别多事，等拿到钱再说。”听到这些对话，我心如刀绞。雨晴一定很害怕。所长做了个手势，特警队员立刻行动。警察，不许动！厂房里顿时乱成一团。快跑！老大，怎么办？带着那女的，她是我们的保命符。我听到雨晴的尖叫声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不顾所长的阻拦，我冲进了厂房。里面有3个人，其中一个正挟持着雨晴。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那人手里拿着一把刀，架在雨晴的脖子上。雨晴的嘴被胶带封着，眼中满是恐惧。放开他！我大喊。你就是林浩？那人打量着我。钱呢？警察已经包围了这里，你们跑不掉的，跑不跑得掉是我们的事。那人狞笑着。但这女的的命在我手里，你想要她活着，就让警察退出去。就在这时，所长带着人冲了进来。放下武器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我说了，让你们退出去。那人情绪激动，刀子在雨晴脖子上划了一道血痕。雨晴痛苦地呻吟着。看到他受伤，我的理智彻底崩溃了。我跟你换！我大喊。放了他！抓我！林浩，不要！雨晴拼命摇头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那人嘲讽道。
一个女的比你有价值多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他身后有个特警队员悄悄接近，我必须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你们要钱，我给你们。我慢慢掏出手机，我现在就转账。多少钱？500万，比那300万多。那人的眼神动摇了。真的，真的，但你要先放开他。不行，钱到账了再说。就在他分神的瞬间，特警队员突然出手，砰！那人手中的刀被打掉，雨晴趁机挣脱，其他2个人也被迅速制服。雨晴，我冲过去抱住他，他浑身颤抖，眼泪如雨下。林浩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轻抚着他的背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案件很快就审理完毕，王总等人因为绑架、敲诈勒索等罪名被判了重刑，林志豪作为从犯也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。在法庭上，我看着他绝望的表情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堂兄，如今却成了阶下囚。命运真是造化弄人，都是我的错。在看守所里，林志豪对我说，我不该赌博，不该借高利贷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我知道。他低着头，林浩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雨晴，希望你在里面好好改造。我站起身准备离开。等等，林志豪突然叫住我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你父亲的死。我浑身一震。你什么意思？当年你父亲出车祸，不是意外。林志豪的声音很小，是我爸安排的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林志豪的眼中满是痛苦。我爸为了独占家产，买通了车队的司机，那个司机现在还活着，就在老家的乡下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原来父亲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被人谋害的，而凶手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良心不安。林志豪哭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活在愧疚中。我知道说出来也没用，但我不能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。从看守所出来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个真相太残酷了。林志国为了财产，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。我必须为父亲讨回公道。当天晚上，我找到了爷爷。爷爷，我有件事要告诉您。我把林志豪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。爷爷听完后，整个人都苍老了10岁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颤抖着双手。志国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爷爷，我们必须报警。对，必须报警。爷爷的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焰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第2天，我们带着证据来到了公安局。那个司机很快被找到了，在铁证面前，他承认了当年的罪行，是林志国给了我10万块，让我撞死林志华。我制造了刹车失灵的假象，然后逃逸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活在恐惧中。有了司机的供述，林志国很快被抓捕归案。当年的命案终于水落石出。在法庭上，林志国面如死灰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时隔10年，这个秘密还是被揭开了。我没有选择。他对法官说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家产就要被分掉1半，所以你就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。法官严厉地问我当时鬼迷心窍，现在知道后悔了。后悔？我后悔一辈子。法官最终判处林志国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这个结果虽然不能让父亲复活，但至少是对他的安慰。走出法庭的时候，爷爷突然对我说，小浩，你恨我吗？为什么要恨您？如果当年我能及时发现真相，你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委屈。我摇摇头，爷爷，这不是您的错，
而且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长。爷爷欣慰地笑了，你能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以后你就是林家的家主。1年后，我和雨晴举办了婚礼，林家老宅张灯结彩，宾客满堂。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亲戚，现在都以能参加我的婚礼为荣。可我对他们的态度已经很冷淡了。人性的复杂，我算是见识过了。新郎新娘拜天地，在司仪的主持下，我和雨晴完成了传统的婚礼仪式。她穿着红色的嫁衣，美得像个仙女。1拜天地，我们向天地行礼；2拜高堂，我们向爷爷行礼。夫妻对拜，我们面对面，深深地看着彼此。这一刻，我想起了这1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从被人羞辱的穷小子，到现在的林家家主，从差点失去爱人，到现在的幸福婚礼，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可这不是梦，这是真实的人生里程。送入洞房，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我牵着雨晴的手走向新房。林浩，我们真的结婚了。雨晴靠在我的怀里。是啊，我们结婚了。你会不会有一天厌倦我？不会，永远不会。我吻了吻她的额头。不管我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。我也是。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新郎新娘该出来敬酒了。我们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走向客厅。酒席上觥筹交错，气氛热烈。我端着酒杯，一桌一桌的敬酒感谢。当走到角落的一桌时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林志豪的母亲，我的婶婶。她看起来苍老了许多，眼中满是哀伤。婶婶，我走过去敬酒。小浩，他接过酒杯，眼眶有些发红。对不起，婶婶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可我儿子和我老公他们是咎由自取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但您是无辜的。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来找我。婶婶听了我的话，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小浩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比我们家那2个不知道好多少倍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继续去敬其他客人的酒。酒席结束后，客人们陆续离开。爷爷把我叫到书房。小浩，有件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林家的产业这些年发展得不错，但我年纪大了，管不动了。我想把家主的位置正式传给你。我有些意外。爷爷，我还年轻，经验不足，经验可以慢慢积累。爷爷拍拍我的肩膀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今天你对你婶婶的态度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能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之后，还保持善良，说明你是个好人。我点点头。好，我接受。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用林家的财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比如建希望小学，资助贫困学生。我的眼中闪烁着光芒，让更多像我一样出身贫寒的孩子有机会改变命运。爷爷听了我的话，欣慰地笑了。好，这个想法很好。林家能有你这样的继承人，是我们的福气。就这样，我正式成为了林家的家主。同时，我也开始了自己的慈善事业。第1所希望小学很快就在我的老家建成了。看着孩子们在崭新的教室里读书，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这比赚多少钱都让我高兴。3年后，我和雨晴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是个男孩。我们给他取名林小浩。看着怀里的小家伙，我心中涌起巨大的责任感。我要给他最好的教育，最好的生活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要教会他做人的道理。小浩，你说他长大后会是什么样？雨晴轻抚着孩子的脸颊。不管是什么样，只要他善良正直就够了。像你一样，希望他比我更好。这些年来，
林家的产业蒸蒸日上，我们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，在慈善事业上也颇有建树，已经建成了10几所希望小学，资助了上千名贫困学生。每当收到孩子们寄来的感谢信，我都会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，那种被人看不起的痛苦。我不希望任何孩子再经历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，寄信人是林志豪。他在信中说，自己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可能会提前出狱。他想见我一面，有话要说。犹豫了很久，我还是去了。在监狱的会见室里，我见到了林志豪，他瘦了很多，人也沉稳了许多。林浩，谢谢你愿意来看我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为当年的事情正式道歉。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对不起，我原谅你了，真的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真的，我点点头。仇恨只会让人痛苦，我不想活在仇恨中，而且你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林志豪哭了。林浩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出去了，我一定好好做人，希望如此。还有一件事，他擦了擦眼泪，我听说你在做慈善。是的，能不能也给我一个机会？什么意思？我出去后想跟着你做慈善。他的眼神很诚恳，我想用余生来赎罪。我仔细看着他，想判断他是否真心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但如果你再犯错，我不会再原谅你，我保证不会。半年后，林志豪出狱了，他来到我的公司，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，没有任何怨言，没有任何特殊要求。看着他认真工作的样子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人真的是可以改变的，只要有心，浪子也能回头。又过了2年，林家的慈善基金会已经小有名气，我们帮助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我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，市长想见您一面，商讨慈善事业的发展。在市政府，市长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林先生，您的善举我们都知道，政府决定给您颁发慈善大使的荣誉称号，这是对您的认可，也是对其他企业家的鼓励。我接过荣誉证书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从当年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穷小子，到现在的慈善大使，这条路走得真不容易。颁奖仪式上，记者问我有什么感想，我想说，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可能，重要的不是你的出身，而是你的选择。选择善良，选择努力，选择坚持，命运终会眷顾那些不放弃的人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我看到雨晴在人群中对我微笑，看到爷爷欣慰的眼神，看到林志豪感激的表情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。回到家，雷晴把孩子抱给我看，小浩，爸爸获奖了。小家伙咿咿呀呀地笑着，伸出小手想要抓我的奖杯。等你长大了，爸爸把这些都传给你，不过有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雷晴好奇地问。你必须比爸爸更善良，更努力。孩子当然听不懂，但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夜深了，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方的灯火。这个城市很大，有无数个像我一样努力生活的人，他们也许现在还在底层挣扎，也许正在遭受不公，但我相信，只要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。就像我一样。身后传来雨晴的声音，在想什么？在想过去，也在想未来。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我转身拥抱他，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，包括那些痛苦，特别是那些痛苦。我坚定地说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